一直以来，人们常说，我们辛苦经历的一切，努力奋斗的人生，不过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因此呢，凡事不必过于执着。有一个人呢，在一番神奇的经历之后，亲身印证了这个说法。他说，当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，一切都会改变。你会记起，你曾是一个神圣的存在，来到人间是经历一场体验和对比的游戏。当你意识到现实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境的时候，社会的规则结构以及那些曾被我们看重的信念都会变得不再重要。因为梦境无需执着，只需要醒来。他还提到2025年是一个关键之年，伴随着巨大的震荡，许多人的记忆将被唤醒，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神圣本质，明白自己是谁。弗兰克·罗梅罗是一个通灵者，他的神奇故事从6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从6岁到12岁，罗梅罗一家住在一座闹鬼的房子里，无论他们采取怎样的驱魔方式，都无济于事。那个时候他以为这就是正常的生活，虽然有的时候会感到害怕，但基本上呢，他只是把这些怪事当作日常的一部分。10几岁的时候，他开始每晚做一些离奇的梦，梦见一个婴儿正濒临死亡，梦里还有他的妈妈和姨妈，看起来比现实中年轻很多。他没敢把这些梦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们家包括他爸妈虽然对这些超自然现象挺感兴趣，甚至也是经历了不少，可问题是一旦说出去，比如跟学校里的老师说一说吧，人家就会觉得他们脑子有毛病。他哥哥就是因为这事儿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最后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罗梅罗可不想步他哥哥的后尘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到了15岁的时候，罗梅罗的心里已经变得是极度挣扎和困惑，因为那些梦感觉比现实还要真实。在那些梦里，他反复看到自己婴儿时期的情景。6个月大的时候，罗梅罗得了严重的胸腔感染，当时他的母亲以为他只是感冒了，实际上呢，他患了严重的肺炎和支气管炎。医生一开始也没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，只是将他留院观察。但是几个小时内，他的状况急转直下，器官开始衰竭，生命体征急剧下降。梦境把他带回了那个时候。他回忆说，我看到了自己躺在病床上，但更多的是跟随母亲的频率，与他的意识完全融合。我能感知他的情绪能量和所经历的一切。有一幕他记得非常的清楚，那个时候母亲坐在医院的病床边上，彻底崩溃了，哭得停不下来。医生进来把他带到外面，告诉他说，孩子的情况非常的严重，已经没救了，甚至问他是不是要叫来牧师为孩子做临终的祈祷。当时罗梅罗的意识就站在妈妈的身后，听着整个对话，同时感受着母亲情绪的变化。母亲变得极度失落，以至于没有返回病房陪伴儿子度过最后时光，而是拿起他的东西离开了医院。罗梅罗的意识随着母亲一起离开，来到了附近的一座教堂。他看到母亲跪在教堂的楼梯上，虔诚地一步一步爬向祭坛，开始祈祷。但让他感到特别的是，母亲的祈祷并不是像求求你让我的孩子活下来这样痛苦的哀求，而是在感恩跟我一起度过的6个月，感恩我带给他的快乐和爱。母亲的眼泪是为这些感恩流下的。罗梅罗看到那一刻，
母亲在用最纯粹真挚的感恩与整个空间的频率共振。她感情越深，教堂内的能量也越强烈，整个空间的频率都在随着她的情感而波动。最终，她进入了一种深邃的平静状态。罗梅罗回忆说，在这个状态中，母亲突然看见了我的未来，看到我长大后的样子，我会为他人带来什么？我会成为一位好父亲、好丈夫和好儿子。这一切让母亲感到无比的欣慰，让她再一次泪流满面，因为她觉得自己被赐予了一个礼物，看见了我的未来。即使她认为自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见证这些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教堂里的频率突然发生了彻底的转变，一切都变得平静下来。罗梅罗的母亲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安宁。随后，她走回医院，准备接受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。然而，当她抵达时，医生却告诉她，发生了一个医学奇迹，罗梅罗的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，器官也开始重新运作，几个小时内一切都逆转了。在医生看来，这是无法解释的现象。不到24小时，这个曾被宣判死刑的婴儿就被允许出院了。罗梅罗还回忆自己躺在病床上所经历的濒死体验，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直到某一刻，意识从身体中脱离，漂浮到房顶，然后房间变暗。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离奇的空间里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温暖、柔和、美丽的光慢慢靠近，笼罩了他。他说，真正改变我的是在光里发生的一切。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知识的源头，就像是阿卡西记录。在那里，他接收到了大量的信息，涉及量子物理、神圣几何、超自然现象、多维宇宙、宇宙的源头以及万物的合一等等。所有这些信息仿佛以下载的形式传给了他。他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核心信息：人类需要记住，我们并不仅是被神按照形象创造的，更是本身就是具有神圣的本质。在来到地球之前，我们曾经就是神。他形容，这就像从梦中醒来时，你突然意识到，刚刚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。而当你记起那一切时，你会发现，现实本身也如同一场梦，而真正的觉醒就是从这场梦中清醒过来，认清自己是谁。他说，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观点，许多哲学家、导师和大师早就提到过这一点。他说，那些善良热心的人总会问我，我们能为这个星球做些什么呢？我的回答始终是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记起自己的神圣本质。罗梅罗认识到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，意识到我们是谁。人们的意识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这将是一次超越以往的精神与智能的巨大飞跃。罗梅罗强调说，从2024年到2025年，这一段时间至关重要。2025年将是一个转折点，人类将在未来几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本质，从而迈向第5维度。他解释说，我们过去认为第4维是时间，但是现在科学发现，第4维实际上是意识。当我们将意识纳入3维世界的方程式时，许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，公式改变，科技改变，甚至智力都会提升。然而觉醒的路并不平坦，他指出，重大转变往往需要通过剧烈的事件来触发，
就像每个人的觉醒之路始于个人的深刻转变一样，人类整体的觉醒也需要经历一些剧烈的变故。他说，就像深陷梦境的人需要某种外力的强烈冲击才能醒来，人类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。罗梅罗说，2025年是揭示之年，他预言这一年将发生一系列震撼事件，让我们意识到外界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镜像，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影射，而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内在的世界。这种变化不会从外部开始，而是从我们的内心启动。人们期待的新世界并不是由外界创造的，而是通过内在的觉醒实现的。一切的改变终究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心。人们会问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会改变什么吗？罗梅罗强调，这意味着当我们提升意识时，就能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无法通过现有的频率接触到的维度，而所有将在2025年发生的事件都会迫使我们转向内心寻找答案。那么全人类超过70亿人要怎么样团结起来促成大规模的改变呢？罗梅罗的回答是，不需要所有的人，只需要一小部分人，通过提升自己的意识就能启动这个转变。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人的意识能够直接改变几十亿人的意识呢？罗梅罗解释说，不是直接改变每个人的意识，而是提升整个地球的频率。当地球的频率提高时，世界的轨迹将随之改变，人类也会迈向更高的意识层次，也就是五维意识，蕴含着爱与创造的力量。他说，自己被告知，当这一五维意识的新世界到来的时候，它将与现有的世界截然不同。人类不再需要政府、金融机构、宗教、教育体系，甚至医疗体系，因为在这个意识层次中，我们内在的力量已经足以支持自己，不再需要这些外在的支持系统。这似乎是在描述一个遥远的未来，但罗梅罗表示，这一切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实现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罗梅罗解释说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一旦人类的意识提升到一定的水平，变化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发生。他说，这个觉醒的过程早就开始了。回顾过去几年，我们会发现，曾被视为边缘话题的濒死体验、超自然现象、灵性觉醒等，正在迅速地进入大众的视野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，记起内心深处的本质。这种集体的觉醒正是推动巨大变革的关键因素。虽然未来看似遥不可及，但它正在以我们不曾预料的速度向我们靠近。罗梅罗说，无论外界的混乱与复杂如何让人感到困惑甚至绝望，最重要的是向内看，保持信念，记住我们是谁。当我们记起自己的爱、喜悦与和平的本质时，世界将随之改变。我们来到这里，不是来被外界的混乱搅扰分心的，而是来这里体验并突破这些幻象。他强调说，随着外界事件越来越复杂，我们需要将注意力从外在转向内在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意识。我们要回忆起自己本质上是无限自由的灵性存在。通过这种意识的转变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力量，超越三维世界的局限。罗梅罗强调，这场觉醒的过程并不容易。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无力的，是被外界所控制的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才是游戏的掌控者时，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自信去接受这个真相呢？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挑战是接受并拥抱这个真相，同时对自己充满信心，
相信自己的神圣本质。觉醒并不是遥不可及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让自己醒来。罗梅罗所说的这一切，是不是让您深受启发呢？很多预言都讲到了2025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人类将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。如果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清洗和唤醒，那希望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唤醒的那一个，让我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提升和灵魂的觉醒，向神性靠拢，进入美好的更高维度的新世界，而不要成为困在梦境和游戏中无法自拔的人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